今天来聊基隆塔 ，A.K.A. 基隆树梯。基隆港倚仗地形的得天独厚，东西北边都有山挡住东北季风与台风，港内特别的平静，礁岩又无泥沙淤积的问题。除了是货柜轮、军舰的停靠港，更是众多邮轮的母港。而说到邮轮观光，你会推荐短暂停泊的外国旅客去哪个景点呢？基隆庙口夜市、地标招牌，还是山上的中正公园大佛？似乎没有一个很绝对的答案。如今这个情况可能要改变了，以后可能会是公认一致的回答：基隆塔。基隆港东侧的山丘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，离码头不到300公尺的距离就有一个标高50到100公尺的山丘。这里的民宅随着地势依山而建，山顶上有主古坛和22公尺高的观音大佛，在这高地上可以眺望整个基隆港，不过却好像没有所谓的最佳眺望点，而基隆塔的建设刚好能把这个缺给填上。再借由直达电梯将观光客轻松带上山丘。基隆塔由邱文杰建筑师事务所设计，主体高58公尺，基地位在警察旧2分局，以桥式起重机为造型概念。这种大东西在货港随处可见。塔的顶部平台设有天空步道，全跨87公尺连接主普坛，上层是露天景观平台。平台下的室内空间设有景观咖啡座，这个咖啡座的窗台每面都有独特的角度，每个窗面都会正交一个景点，就像各自独立的画作。如此的设计又能避免建筑外构太过单调，窗台向外延伸的设计让人联想到伊藤润二的作品。基隆塔原先的配色是水泥灰与蓝色，与背景的颜色混为一体，看起来相当的低调。而基隆总是被雨都、阴郁、乡愁的印象围绕，后来将配色改成缤纷的亮橙色，期望能够为城市带来新的活力。继续顺着往下看，楼梯间采用砖红色的网板修饰，这种半透明的完成面能让结构呈现更多的细节。塔底6楼高的基座，目前预设是办公室。底部的基地本来是老旧的2分局，非常典型的华国美学建筑，只求功能，美感0分。想当古迹还会被嫌弃的那一种。将它拆除移平后，整建为塔地基。为了能达到结构的安全性，需要打不少的基桩。入口处因为高度爬升较陡，无障碍坡道绕了4层，就好像游乐园的排队入口。道路旁的入口非常有意思，夹在2栋民宅的中间。为了保持视觉的连贯性，也对入口2旁的民宅进行修饰，将墙面涂上鹅黄色，窗框用橙橘色配合主视觉，让整体和谐不突兀。看民宅之前的样子，泼墨山水风的外墙的确不搭。一个好的建筑除了考虑主体之外，还要关心周遭的美感协调性，这样才会是一个出色的作品。从下方往上看，甲板尖端有个方形，就好像一只紧紧握拳的人民法锤。是我的手，这一只手是人民的手，人民的意志，人民的法锤。今天他不吹走资本主义的高墙，他不放下，他不放下。什么高墙？我不知道在说什么。基地的后方还有防空洞的整修工程，可以连通到信乐路防空洞。这个信乐路防空洞也算是基隆塔景观工程中的一环。基隆市有近700处的防空洞，数量为全台之冠。基隆从大航海时代就是军事要塞，把防空洞导入成观光元素，能让内容更丰富。信乐路防空洞的入口在中正公园的牌楼旁，信乐立体停车场的正对面。入口重新设计，整新到认不出来。大家有注意到前后的差异吗？单是旁边栏杆样式的修改，就能让质感提升不少。工程还将防空洞内部重新整理，
变成充满神秘感的连通道，甚至还可以在内部策展办活动。另外还设置电梯直通忠烈祠前的扇形平台，希望透过基隆塔和新二路防空洞的这2座电梯，把游客引导上中正公园。除了上述提到的重点工程之外，中正公园还有多处的健行步道改善工程，能使原本灰暗、动线怪异、老旧不合时宜的步道彻底的改头换面。另外像是主舞潭前的高架步道工程，虽然没有一定非做不可的理由，却能让欣赏风景这件事变得更舒服，让旅游体验变得更美好，绝对是很值得的一项投资。我在一开始看到基隆塔的设计模拟图时，心中有很大的排斥感，觉得外形长得像大龙头或是镐子，配色也不讨喜。对于这个在台湾非常难得的珍贵画布，心中感叹着，那真的是浪费了。但随着工程进行，设计细节也持续不断做调整雕琢，可以观察出完工后的外形跟原设计的版本不太一样。而我对基隆塔的感觉，随着时间渐渐接受，甚至是喜欢上它。这种感觉跟初见101与皮蛋豆腐有种似曾相识。中正公园过去是台湾8景之一，这份荣光已经好一段时间不曾再被提起。而实际上，基隆正一步步努力地把昔日荣光找回。像是接近完工的基隆城际转运站、国门广场、邮轮旅运中心，以及新建中的邮轮广场。最后，如果基隆的平房建筑能再美一些就更好了。不过这在台湾好像是一种奢求，也是我们目前最难解的一道大题。OK， 感谢各位收看。可以的话，帮忙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小频道特别需要你的支持。我们下次见 ，See you。